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3月12日，壮志凌云独行侠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电影剪辑和视觉效果等6项提名，并赢得奥斯卡最佳音响奖。为了庆祝该片获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电影制片人合作，第二天在媒体 X 上发布了一架虚构的暗星高超音速飞机的图像，并称其为具有特立独行价值的真实飞机。如图所示，虚构的暗星被深红色的背景光照亮，颇具神秘色彩。到了这儿，相信有观众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关于洛克希德马丁的产品，区分虚构和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暗星，很容易让人想起洛克希德公司此前所提及的无人高超音速飞机 SR-72 黑鸟之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的臭鼬工厂在成立80周年的时候发布了一部影片，该影片第一次透露了黑鸟之子高超音速侦察机的概念图。现在更有流言传出，这款飞行时速达6马赫、极限速度10马赫的新型侦察机可能已经秘密交付给了美国空军。如果流言是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火力军之所以说这则消息是流言，主要是因为截至目前，臭鼬工厂以及美军都没有相关的任何影片流出，也没有发表与之相关的官方声明。那这则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据大众机械网22日的报道，美国国防与航空航天空中力量播客的最近一集，主持人穆拉迪安提到了 RQ-180。2019年之前，RQ-180还没有任何图像。2021年，美军在发布的视频中首次称其为白蝙蝠。白蝙蝠是一架高空飞行的隐形无人侦察机，通过它的翼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家伙飞得不会太快，但应该能飞得很高。据说是 U-2 高空侦察机的继承者。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拍到过这型侦察机飞行时的照片，但至今美国政府都没有公开承认过它的存在，可想而知，保密程度异常之高。有人推测，拥有超高空飞行能力的 RQ-180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取代久负盛名的 U-2 龙女以及 RQ-4 全球鹰，成为美国新一代的间谍侦察机。这型飞机的存在和用途虽然已经清晰了，而主持人穆拉迪安的这次披露无疑是最接近官方的一次。然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穆拉迪安并没有就此打住，打开话匣子就说个没完。他接着说，与之相同的还有另一项专案，它就是臭鼬工厂的产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新一代高超音速飞机，而且有些物件早就交付了。截至目前为止，穆拉迪安的说法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但他的信息来源确实比普通人要可靠得多。传言就是从这儿开始流传的。有人说，穆拉迪安所提到的物件指的显然是 SR-72，因为早在2013年 SR-72 黑鸟之子就有交付的传言。2013年，同样是美国航空报告播客，其录音文件就披露过，美国空军已经收到了几架10倍音速的飞机。录音当中消息的透露者自称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飞机部门的前雇员。据他透露，新型飞机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外表温度达到2500华氏度时保持超导性，从而减少电阻和磁阻。另外，该飞机的发动机可以在空气中燃烧氢气，从而产生巨大的推力，推动飞机达6倍音速。当然了，这则录音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SR-72 并不神秘，大家都知道臭鼬工厂正在研制，但是如果说这型飞机已经交付了，多少还是让人难以置信。毕竟时速突破6马赫、极速达到10马赫的战机，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电影虚拟战机的层面。那么，黑鸟之子在2013年就交付美国空军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火力军综合现在的消息得出的判断是，如果说黑鸟之子2013就已经交付了，这个不太可能，但是2023年，也就是这次秘密交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也许不是黑鸟之子，但是与之类似的高超音速侦察机大概率已经在美国空军服役了。证据一，在2013年，美国空军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内容主要讲述美国的侦察手段，从气球到固定翼飞机，再到超高超音速飞机的演变，以及现在和未来情报监视侦察任务的变化等等。
只是在视频的中段出现的2架飞机比较特殊，按理说它们都是美国空军高度机密的项目，不应该出现在视频当中。第一架特殊飞机弯曲的飞翼形状和2013年航空周刊发布的 RQ-180非常相似，甚至视频还提到这架无人机的绰号就叫白蝙蝠。第2架特殊飞机被推测正是 SR-71黑鸟的继承者黑鸟之子。视频中短暂闪过一架流线型飞机在机库中的暗影，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16年公布的 SR-72的概念图非常吻合。虽然它有可能不是 SR-72，但出现在这个视频里的一定是新一代的侦察机。从这一特征判断，要么是美空军率先公布了马丁公司的渲染图或者叫概念图，要么是美国空军此时已经得到了某种新飞机的实体，火力军更倾向于后者。证据2 SR-72的前身 SR-71黑鸟早在1998年就退役了，也就是说打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监视卫星载人侦察机和侦察机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潜在的覆盖漏洞。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随着反卫星武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和反隐身技术的发展，很多国家越发认为，在敌人发现或拦截目标之前，实现对目标的观察和打击是极为重要的。唯一能实现这一性质任务的载具就是高超音速飞机，因为它能穿透任何受到保护的空域。对于尤其重视空中力量的美国来说，怎么可能放弃这样一个重要的空中组成呢？其实 SR-72的前身 SR-72的性能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小毛病不断，比如漏油、短路等等，所以早早退役了，只留下 U2 高空侦察机苦苦支撑了70个年头，至今还没有退役。曾有一个笑话说，美国 U2 侦察机拍摄了一张苏联人洗澡的照片，并将其寄回了莫斯科。谁知道那名苏联人看到照片之后，完全不相信这是飞机拍的，反而认为是邻居贪恋自己的美色，由此成就了一段佳话。尽管这只是个笑话，也间接说明 U2 被当时的美军藏着掖着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藏得极其严密。有关 SR-72 未经证实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各种消息来源透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开发一款能够飞行6倍音速或马赫数的飞机。但截至目前，除了马丁公司给出的几张图之外，没有任何直接资料，和早期的 U2 侦察机如出一辙。根据以上的信息， SR-72 秘密交付美国空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美国不可能留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侦察空窗期，肯定要有什么补充。当然了，和第一条证据一样，可能不是 SR-72，但一定是一架新型高速侦察机。证据3 2013年，美国空军宣布启动高速打击武器计划，旨在研制6倍音速飞行的导弹。这个计划被认为是 SR-72 的前身，因为它使用了同样的超音速发动机技术。2014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飞机部门的负责人布莱恩·奥巴尼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透露了 SR-72 的概念图，并首次称其为黑鸟之子。2017年，美国空军的一份预算报告中出现了一项名为高速飞行研究的项目。仅从美国空军的预算报告来看，美国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正式研发至少已经开始了10多年。按照美国军工商的武器研发周期，10年算是比较漫长的了。就算明天美国空军宣布黑鸟之子或者其他新型超高音速飞行器服役，完全都在意料之中。如果拖拉了10年都没个结果，在火力军来看，这才是真正的意外。美国空军已经拥有了突破6马赫飞行的战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中俄在近些年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当中。因为面对6倍及以上音速飞行器的来袭，除此对策别无他法。